这部影片的前半段会分享成功人士的睡眠秘诀，后半段会一步一步引导你去设计一套属于你自己的睡眠秘方。分享一个真实故事，亚马逊的创办人杰夫·贝佐斯，关于睡觉，他有一个绝对不能触犯的禁忌，那就是在晚上10点一定要睡觉。Get up early. I go to bed early. 这很像我们小时候，我们爸妈会跟我们讲的那种话：你还想玩电动？我不管，你给我去睡觉；你还在滑手机？我不管，你给我去睡觉；你功课写不完？我不管，你给我没有写完，你不能去睡觉。贝佐斯每天晚上10点睡觉，8个小时之后， Ohayou gozaimasu, everyone. 就像是一条活龙一样，做这个决定，下那个订单，开启一个全新的专案。他到底哪来这么多的精神去做这么多的事情？固定时间睡觉，每天固定时间睡觉，就是在训练你的生理钟，什么时候要起床，什么时候要睡觉。57、58、59。我很早就是贝佐斯的小迷弟，每天晚上9点乖乖上床睡觉，但是偶尔就是会有真拿你没办法的那种小意外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跟我女朋友去冲绳玩，我印象很深刻。在第2天的晚上，我们去吃soba，冲绳很有名的料理。突然我就涌上一股很强烈的睡意，就开始有点反胃，想要吐。我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整个晚上都乱吃很多有的没的？然后我就想要拿手机这样查，结果我打开手机一看，10点03分，我当时整个吓傻，我想说该不会我的消化系统已经下班了吧？不接课咯。不过那个时候我的生理时钟应该也很傻眼，几点？怎么会有面床呢？真的要在这么多诱惑的夜晚里面乖乖固定时间睡觉，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的自由时间不就是在脱离补习班之后，脱离公司之后，那睡前短短的几个小时？你问我为什么要熬夜？为什么要熬夜？因为生活是空虚的，而这白天的世界并不属于我的。我也曾经跟你一样，睡前想要再滑一下手机，再排一场比赛。但是贝佐斯也好，我也好，我们都知道，固定时间睡觉可以每天让我们很轻松的睡着，让自己很舒服的自然醒，每天都有满满的活力去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。就像贝佐斯说过 For me, I need 8 hours of sleep. I think better. I have more energy. My mood is better. All these things.啊，睡觉前都会滑一下手机吧，传讯息啊，滑短影片啊，或是在那。会不会有那么一种可能，我们晚上睡不好，早上起不来，都是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东西？因为雷巴隆·瑞蒙·詹姆士。You told me that sleep was energizing you. Getting the optimal rest, getting into my REM sleep. 一个精通睡眠的篮球传奇人物，誓死不在睡前45分钟使用手机。研究发现，就算把萤幕亮度调到最低，我们的大脑多少还是会误会，今天是白天吗？再加上我们滑的内容都是会让我们开心、兴奋的内容，那么在大脑觉得现在是白天，然后他又很亢奋的情况下，你怎么期许今晚可以睡个好觉？所以现在大胆的想象一下，放下这个小小的萤幕，你会变得多好入睡，起床会有多么舒服。说到这里，固定时间睡觉跟晚上不使用手机，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有一个很不人道的实验，所有的参与者都要用他们的非惯用手，这个是1、2、3、4，然后他们要这样子，4、1、3、2、4，4、1、3、2、4，4、1、3、4。
连续做2个小时。那一天早上，参与者平均可以做21下，晚上叫他们回来再测一次，没啥进步。有趣的事情来了，他们回去睡一觉，隔天再回来测一次，26下。就因为睡了1个晚上，他们的表现提升了20%。我们不考虑那种回家偷练、爱内卷的那种讨厌鬼。更多研究发现，当我们进入到深度睡眠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变成一个拼图高手，把我们白天到处乱捡的碎片、学校的知识点、工作的技能点，留下重要的拼图，跟我们现有的板块拼在一起。有时候我脚本写一写，卡在那边，完全没有进展，但是睡一觉起来，嘣，这文思泉涌，嘣，下笔成章，嘣，一气呵成。夸张了，所以不管是贝佐斯的固定时间起床，或是 LeBron 的睡前不使用手机，都是为了让我们提高睡眠的品质 ，AKA 深度睡眠。Vision Time， 制作一份睡眠秘方，请按下暂停键，准备一支笔和一张纸。太好了，让我们出发吧。首先，你要睡多久？如果你没有一个答案，可以从7.5个小时下手，这是一个很平均的数字。在这边分享一下，我是如何不透过仪器去大概知道每天要睡几个小时。你要先有一个很规律的作息，因为规律的作息，你的睡眠品质才会稳定。我一开始也是先从7.5个小时开始睡，用了快1个月的时间去训练我的生理钟，然后我就开始不用闹钟看看，去试着让自己自然醒。我开始发现我会比自己预期的时间还要早一点点醒，所以现在是每天晚上9点睡觉，隔天早上3点50几到4点左右会自然醒过来。因为生理钟不是分秒不查，有很多因素会影响晚上睡觉的品质，像是咸酥鸡、这些油炸对身体负担大的食物，会让你在睡觉的时候肚子没有办法好好休息，还要去加班处理这些甜不辣。所以如果今天睡眠品质差了一点点，其实就会需要再多睡一点点。再来，你要几点起床？上课时间、上班时间，我相信你有属于你自己的答案。我自己是有时候6点要上班，所以固定每天4点起床，去写脚本，去剪影片，去处理我的空中花园。最后几点睡觉？从起床时间回推你需要的睡眠，就可以算出每天晚上要几点睡觉。我4点起床，要睡7个小时，嘣，9点睡觉，就这么简单。第2阶段，如何创造最佳的睡眠环境？我总结了2个大原则：昏暗、放松。睡前1个小时，我就会留一盏浴室的灯，去用文字抒发情绪，洗个温水澡，最后坐在柔软的床上，闭上眼，把专注力放在。其实我光想到这个流程，我就有一点困了。瑜伽也好，阅读也好，只要是能够让你放松，做什么都好。不过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你要把你的睡前习惯流程化。像我的睡前习惯就是日记、洗澡、冥想，日记、洗澡、冥想，日记、洗澡、冥想。习惯之后就可以完全不带脑，下意识的做下去。入睡的方法我试过很多种，我现在用的是300-3，我会把其他的方法放在资讯栏，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看。300-3呢，就是300、297。你别看它这样，其实减3是真的有点难，所以需要很专注的去算。但是因为真的太无聊了，所以很快就。不开玩笑，现在是早上的3点30分，然后我自然醒来了。一开始在养成这个早起习惯的时候，一定是很辛苦的，所以会借助一些外力。那我自己呢，有这3个方法，非常好用，分享给你。床头放1杯水，早上睡醒直接把它干掉，好处真的很多，但是最重要的，干下去真的会醒来。再来是拉拉耳朵，因为耳朵有100多个穴道，拉拉耳垂，搓整个耳朵，就可以刺激大脑去升高我们的体温。最后是设定目标，我一开始养成早起习惯是规划自己一睡醒就去看1集动漫，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赖床更大的甜头，你才会毫不犹豫的离开那罪孽深重的床铺。好啦，
我希望你也有做了一份属于你自己的睡眠秘方。对，今天晚上很难，超级难，明天开始会越来越简单，然后这一切就会变得非常有趣，因为你睡醒你就会很爽，因为你睡饱了，你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，晚上躺下去，砰就直接睡着了。所以一定要学起来贝佐斯的固定时间睡觉， LeBron James 的睡前不使用手机，让自己睡得像个专家。